目前中美博弈已经涉及各个领域，尤其是科学领域，这是一块绝对不能丢的阵地。中国正迅速在尖端科学领域攻城略地。据日本朝日新闻，援引日本文部科学省日本科学技术指标2021报告显示，中国将美国挤出顶级科学论文垄断地位，日本排名跌到第10位。中国在顶级科学论文的数量上首次超过美国。2年来，中国发表了超过30.5万篇科学论文，而美国为28.1万篇。论文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学术研究活跃度的基本指标，而中国的学术论文不仅有量，在质的方面也力冠群雄。从论文总体数量看，中国2018、2019年连续位列第一，并逐渐拉大差距。而从论文质量看，论文被引用次数代表一篇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。而在引用次数全球排名前10%的科技论文中，中国在这个指标上也首次超越美国。19.9% 的顶级论文出自中国科学家，美国为18.3%。报告中还提到中国何以逆袭的原因，这得益于中国大规模向科学投资。中国在科研投入超过3万亿人民币，虽然不及美国科研投入，但是增幅明显。在科研数量上，2019年中国科研人数量超过210万人，而美国2018年数据显示其科研人数为155万人。但需要提到的是，在从被引次数前10%的论文学科领域来看，中国在材料科学、计算机数学、工学等领域大比分超过美国，而在物理学上还和美国有微小的差距，基础生命科学、临床医学上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。虽然中国在顶尖科技领域发展势头强劲，但我们仍要清楚认识到还有短板。不过材料是万物根基，材料也要领先，加上差距很小的物理，总的来说还是占优势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可能还不小心助攻。7月份曾有报道称，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申请赴美留学签证被拒签。美国早在2018年就发起中国行动计划，不少在美华人留学生、学者和科学家被泼脏水。美国语言曾污蔑这些中国留学生抢走美国人工作、偷窃知识产权等。自那以后，就不断传出顶尖学者放弃国外教职，重磅加盟国内各高校的消息。更多在外留学人才也更倾向于回国。最近美国缓过神了，恢复对华留学生签证审批，不过还是收紧高端人才审查。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。中美人才链一旦脱钩，我国科研人员想要接触到美国领先科技领域就更难了。一些医院和中国合作的美国科学家也会减少。目前当务之急还是在美国卡脖子领域多发力，量变终会质变。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，对于日前岛内多家社交媒体和论坛关于美军 F-18 战机进入台北上空的传言，台当局慌忙否认，称这是虚假信息，要求外界切莫讹传、误导视听。同时声称防务部门对台海周边海空域情况均能充分掌握和严密监视，并有充足的应对手段。不得不说，台当局这次辟谣的速度与以往相比，那简直是单车变摩托。在过去，哪怕只是没有战斗力的美军通勤机到台这种事，不管真假，岛内的媒体都会集体兴奋一下，当局也会出来说2句好话，提高自身的士气，让外界明白美国是其武谋独的大靠山。可如今只是匆匆忙忙出来否认。不过出现这种态度变化并非是没有原因的。首先，阿富汗局势的变化让台当局也意识到了美国的不靠谱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美军 F-18 战机进入台北上空是极度危险的。台当局唯恐大陆趁机动手，一旦不及时站出来辟谣，那谣言逐渐发酵，这样的后果台当局谁都无法承受。就像是著名的军事专家金赛荣所说的那样，如果是真的，整个台当局都承担不起后果。而且除了有阿富汗的现状当前车之鉴以外，近来解放军的行动也是非常的频繁。台岛西南、东南等海域接连上演海上实兵演习，随后火箭军某导弹旅还被官方爆出有2枚新型导弹被成功发射，种种行为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针对性。现在看来，军事威慑对台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。台当局估计也看得见，解放军对两岸统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缺的也不过是一个机会而已。如果台湾一方送出这一机会，大陆肯定会立即动手，推动台湾的解放。但是吧，虽然台当局现在怂了，可美军的战略意图依然十分明显。无论消息是否是真的，美军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，但属于美军的飞机在台海上空穿行是常有的事，只是不像这次谣言所说的那般直接飞到岛内上空罢了。虽然 C-146A 行政专机、C-130运输机以及 C-17运输机等等不是用于作战的战机，可对此类行为最直接的应对方式就是空中拦截，或者直接派遣战机在其同样的线路上穿行，只有做出强硬的回应，这种无休止的试探才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。毕竟要解决台海问题，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中美间的交锋。26日，美日印澳联手在关岛海域进行为期4天的军事演习，4国机制首次在西太平洋举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。
据悉，演习以负责的水面、水下以及空中行动为主，参演的兵力会由4国派出，包括护卫舰、驱逐舰、巡洋舰、直升机和海上巡逻机。表面上，美日印澳这次演习未对外提及到任何一国，但是就演习的地点来看，美国的关岛仅位于中国上海东南3000公里，是距离中国最近的军事基地。加上西太平洋对于中国的重要程度，实际上不难看出，美日印澳此次演习的目的旨在牵制中国，正在该海域展现出日益强大的自信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以美国为首的4国机制可没少干针对中国的事。现如今，美日印澳在中国家门口摆出大架势，尽管没有明确表示冲着中国来的，但包括专家在内的外界均能看出对中国的针对性更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中方已经不止一次给予严重警告。就目前看来，美日印澳仍有合围中国的意图，是铁了心要跟中国硬碰硬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美日印澳内部可就要炸开锅了。毕竟解放军心态早已经产生了变化。就在媒体宣布美日印澳26日展开联合军演的前一天，解放军同时在南海、东海、黄海3大海域进行了实弹射击，演习时间于24日至26日。虽说今年解放军明显增多了海上实兵实弹对抗训练的频次，但像此次这样大规模的演习还是非常罕见的，可以当作是解放军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分析认为，在实兵实弹演练中，由于制导炮弹、导弹、火箭弹以及空中靶标和其残骸的飞行运动不确定性，很可能会对炮弹、导弹、发射车、海上周边的舰船和重要设施构成威胁。在此背景下，如何进行安全保障就成了解放军极为重要的课题。而如今解放军能够在3大海域同时进行实弹射击训练，足以说明其水平之高，远超过周边国家。多次展开实弹射击训练，一方面确实是借此展现作战能力，威慑潜在对手不可轻举妄动，但随着美日印澳等国家越来越肆无忌惮，解放军训练的目的早已经不仅限于威慑对手，更多的是在备战，准备随时出击，给予对手一记重击。此次解放军在3大海域同时实弹射击，就传递了这样的重要信号。面对日益狂妄的对手，我军早已经没得退路。既然如此，只有迎面而上，或许强硬才能让包括美日印澳在内的多国有所忌惮，不敢再挑衅叫嚣。在中国崛起、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，中国海域周边的局势愈发复杂，其中最大的挑拨者就是美国。在意识到中国崛起之势日益强劲后，美国开始加大力度，集结众多盟友，开始朝中国出重拳。很明显的一种施压手段，就是在中国周边举行各式的军演活动。据日本共同社消息称，近日以英国航母为中心展开的一场军演活动，正在日本冲绳县南部海域举行。早在英国进行这一印太军事部署计划之初期，就大放厥词，称这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一次部署。那么，现如今围绕英国航母展开的一场军事演习，其针对意味自然不言而喻。据悉，除了有英国航母编队以及日本自卫队外，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派遣相应的军舰加入到这一场军演活动中来。除了参演国家众多之外，这一军演出动的武器规模也十分庞大。除了有英国的航母战斗群外，美日分别出动了美利坚号2栖攻击舰和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。由于这2艘军舰的吨位过大，甚至超过了某些国家的轻型航母吨位标准，因此有说法也将这2艘军舰称为准航母。从这一点来看，这场演习总共出动了3艘航母，外加美英出动的 F-35B， 实力着实不容小觑。这似乎也说明了这一场军演对中国的威慑意味十足。但是令人意外的是，本来美英日澳一场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军演，却被中国反将一军。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称，在美英日澳军演的同一天，中国海军2支舰队现身日本南北2大海峡。先是在奥靠岛西南方向约200公里处发现了4艘中国海军军舰，分别是一艘055大驱、一艘052D、一艘补给舰以及一艘电子侦察船。然后又在冲绳县一岛屿西北方向120公里左右的海域发现3艘解放军军舰。尽管这样一场行动并未明确说明意图何在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中国军舰此时此刻出现在这里绝非是巧合。早在美国集结众多盟友在中国海域周边军演之际，中方就已经亮明态度，这样的做法吓唬不到中国。而现如今不仅不会吓唬到中国，他们还会被解放军吓一跳。4国海上耀威，却被解放军7艘军舰南北夹击，属实是十分尴尬。解放军这回真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。